我记得这个晚的，那时候我驾 Civic 1.5 Turbo 那个啊，我现在很难追。我很喜欢它的屁股是非常听话的，听过没有？看到这个 Hybrid 跟 Turbo RS 比，我就是哦，你看 Turbo RS 有时候会不爽，就是哦。Hello， 大家好，又是 Ed 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欢迎回到POV 跟定range试驾系列了哈。如果你们还没看我 Part 1的话，我其实试驾这一辆 Civic RS iMMD Hybrid 来到云顶山脚的这个影片，我们来试一下这辆车性能在云顶到底是怎么样啦。首先，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啦。当我更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话不多说 ，Let's go。这辆车呢，完全都是原装的状态哈，才2500公里左右的车，刚刚完成了 First Service。RS 就配搭的4粒轮胎来自于 Michelin PS4 235/40 ZR 18寸的单活塞的刹车卡钳，后面也是一个刹车卡钳。可是呢，这辆车的高度呢，就是比1.5公升的 Turbo RS 呢高一个10个 mm 左右的，所以这辆车明显会来得高。重量也是比普通汽油版呢重一个100公斤左右，也就是说这辆车的重量是1445公斤。那今天的车的 setting 就是有车主。梅森女朋友坐在后面啦，所以我们今天就3个人坐一辆。现在是纯电动模式啦，你有看到 EV 在前面，所以这个仪表是非常好看的。当我们切换到 Sport 的时候呢，就变成红色啊。这辆车就没有 exhaust 很好听好吧，所以我们就这样子上山吧。听一下的在 Sport Mode 的时候呢 ，speaker 会传出来它的那个这种模拟的这种声浪哦。那这辆车呢，它是电动马达，是可以产生184 PS， 还有315个 Nm 的扭力。引擎方面是一个143匹还是189个 Nm， 可是呢，这个是在高速的时候会用。我相信这个整个山路它可能会2个一起用，也可能只是电动马达，所以我们等一下看一下哈，我们来感觉一下它的那个其实我很喜欢 Honda 它的 Civic 的这个转向，你看它有那个叫忘记了是叫VRS Variable Small Steering Ratio 啊，它就跟 CRV 那些HRV 那些也是用着同样的科技，所以它的这个方向盘的转向幅度是很小的。OK， 那我们来第一个弯感觉一下。它第一个就是你感觉到第一个就是 response 好。brother， apa lah ni？ Where's your signal, bro? option 都没有买到。所以你的车是 option 的，不用 option 的都有 signal 的。这辆车很容易很容易操控的一辆车啦，我可以这样子讲。而且它不会很跳，它很舒服。OK 啦，在云顶山路我比较感觉得到那个高了一个10mm的这个 ，OK， 这个高度有什么不同了？在你左右摆动的时候，它来得及反应，高度的时候还是比较重要的。如果左右的时候它越低的话，它的反应给的也更快。OK， 但是它的这个 Civic 的操控已经是很棒了。前面是一个麦花臣，后面是一个猫跌令。最主要是它 steering 很准的，我很喜欢它的 steering， 我只是手一直维持在3点跟9点。哦，
的 Stevie 我家里是我爸驾 BMW X3，所以我平时驾车也是我驾 BM， Big Run 的，对。它的 steering 可以跟 BM 差不多，可是 BM 的反应不能比啦，body control、body roll 的。明白。现在的这个指示是讲它在走着，它是引擎哦，来推那个 electric motor。哦，如果 electric motor 它也在走着的时候，它是不是会比较猛一点那个力？没有，这是 electric motor 现在就是，它只是用引擎的 direct power 来 power 那个 motor。哦，明白。所以有时候我真的不是很了解。是讲了，它2.0那个140多匹啊，100多米的啊，平时没有用到的，只有看到那个 gear 的时候才会用到。哦，其他时候全部都是那个180多PS、315在运作啊。它加速真的是快啊，可是它顺，因为它没有换挡啊那些嘛，downshift 啊什么不用。可是它就有给你一个声音，就好像有换挡这样哦，你看。新的 FL5 也是这样，不是？对，也是有一个声音出来。就好像我之前驾的 CDRS Remap 的车主有讲过，他还保留着一丝点热血给你。虽然它是一个OK 啦，2.0的这个 Akitsu Cycle 会比 CDRS 那种1.5的来的安静很多，在高速上面的时候你会 feel 得到比较安静。也就是他们很多试车人都是有讲的东西 ，OK 啦，都实现了啦，这个是真的。就感觉2.0哦，比1.5，看有时候不够 power 这样，它不够给那个 electric motor 这样子，2.0刚刚好这样子，这样够，至少吵还会走。1.5那个 CDRS 我叫朋友那个你这样，它声音再吵也不会走。我记得这个晚的，那时候我驾 Civic 1.5 Turbo 那个我现很难追。我很喜欢它的屁股是非常听话的 ，OK 又不会过软哦。这个时候的 regeneration 好用了，按3次有3个箭头在D那个 M 那边，就会好像会电能回收，好像会有人会帮你在踩刹车的感觉。Thank you, hybrid， 它也是 hybrid。那多东西很爽哦。OK， 我知道还要过来的，你知道吗？对啊。那家反正哪些不堪了。所以有时候我的手真的是不由自主的就会 stand by 一下，因为我 in case 真的。他一下子过来，所以我怕撞到才有声音啊，他才知道，所以我就先给他一个提示，你旁边有车啊，这样子 ，OK 啦。好的，这样子有一点不错啊 ，OK 啦。原本对 Hybrid 的印象不是很好的嘛，哎呀，那没有电又没有力哦。可是这辆车不是这样的哦，这辆车它是 always 不用怕没有电，而且它的。不像以前的那个什么 CRZ 啊，然后 什么 IMA 啊 ，IMA 没有 battery 的时候就西北没有力了，拖着那个 battery 它是 battery 搞送了哦，它就没有辅助了嘛，它就一直用那个引擎的 NA 来跑，现在不是哦，这辆车，它也是很猛的哦。我不是在闪人家灯啊 ，sorry 啊，我只是按照这个 regeneration 给它3个。你们看到这边有几个箭头？这个给4个箭头这么多啊？没有，它一个是一定有的，所以3个不好意思。哦。第一个是一直在的。CD 是3个，总共这个是4个。哦，因为它车快哦，有力哦。其实蛮舒服的，这样子叫。OK 啦，我是觉得它很 balance， 它很平衡到我们又可以驾山路，又可以舒服驾驶哦，就是你要驾慢慢驾，舒舒服服啊，也可以又省油。你要驾快的时候就可以。很多 Mini Cooper 车队，全部 Mini Cooper 在玩。你踩一半油门的时候，它会有那种。转速不高，可是在帮你换挡的声音。无线档。
可是这样子完全不会头痛，就是过磅的时候会卡到中间那些，是不是？还没有啦，还没有看到啦。OK， 踩到完了。这个沥水的是 next level。比起那个 CTRS， 真的差太远了。Civic 还是 Civic， 2.0 还是2.0啊？这个看中这个 Power Train 就是因为外国也是用这个嘛。是咯，所以马来西亚的 Honda 很幸福了嘞。可以讲 Japan Honda 是很赡养我们的，所有的很新的科技都是先放在我们这边的，包括全世界第一个 launch 的 City IMMD 是马来西亚。这辆车配 PS4 是very good 的，很好，抓地，所以我是觉得诚意满满的啊。我讲过我很不喜欢 CVT， 可是这辆车虽然它是没有压箱，可是它的这个反应是让我足够于喜欢它，所以安哥带有讲过嘛，你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不要买 Civic， 除了它是 CVT 之外，可是这辆车已经是完全不是 CVT 了。所以它会让我觉得很不错，很想要，可以要拥有的一辆车，可以去买的一辆车。可是你要买这个就没有什么好改啦，你要大改的话就不像德波这样还可以 remap 啊，换德波啦，甚至换一个 manual gearbox 啊，这辆车就不能。连一个 intake 你要换的话，我相信都 no， 因为 CD 就是这样，你要换 intake 都没有。跟德波 RS 比就是你看德波 RS 有时候会不爽，就是没有给你 full digital cut back 一下，对咯，看这个看那个一下，没有多润哦，都没有多润就看一下，16,000值得吗？值得，反正你论到来一个月多给100-200块这样，最多100-200块了。重点是驾驶体验。OK， 我这个驾驶体验我很满意哦。1.5德波已经很不错了，只是因为它是 CVT。对，那 CVT 我也是。除了之外，整体来讲是一个非常很好的车，所以很多男人的梦想，你知道吗？买 Civic 啊，所以你已经实现了男人的一个梦想。我们男人的梦想就是就是带着自己的墨镜，开着自己爱的车，尤其是跑车啊，所以你已经实现了。我实现了是已经买好了那个墨镜了。OK。看嘛，我加山路都可以讲废话，干，真的是。可见这辆车还不算于难驾，很好操控的一辆车。而且上山都不用怕伤什么引擎哦。Overheat 不用怕。可是电动车还是有一个问题啦。我驾过 Tesla 也好什么的，只要它的电池或者是它的电动马达过热的话，它还是会有动力衰退的那个时候，所以不一定是讲电动车就不会 overheat， 它也是会的。哎呦，哇，它动作让我吓到了，吓到一下。这辆车的重量重了100公斤，比起这个汽油版。坦白说，这样子驾的话，会有感觉到一点点、一丝丝的，一点点啦，其实差别不大啦。它的这个 Honda 的，我不可以不给 Honda 一个掌声啊！它这个 handling tune 的，非常的，可算是很不错。而且我昨天又是驾着一个 C300， 我觉得 C300 它的重量还重过这个很多，所以我今天驾得很容易去操控这辆车，拿的 line 都很容易拿，尤其是它这个方向盘是。这个 variable 什么 ratio 的就很 OK 了。你看，biasa lah bro， sudah biasa。
视线不是问题，问题是你要看有没有车啊。对对对对。所以它的电池哦，永远都是在2个电，不会少过2个电。还可以走400多公里，有没有哦？那你是 Can Believe 眼前踩不错哦。我以前我的 XT 踩了，我整架在海边慢慢来，不超过2千那边也才9万4罢了。X50、X70真的很鬼耗油，干耗油啊。其实我家低过 Apple 也是这样，265匹我没有办法哦。对吧？加2.0的波，慢慢加也是差不多一样啊。你要马儿吃就跑得快的话，要给它吃多一点草啊。那这辆车基本上你打95、97、让100、98那些没有分别没有分别啦，它只是充电而已啦哈。我们来到这边基本上没有什么好玩了，因为已经是要到顶了，而且还有路。就是这个 Civic 应该这边哦。过完关那个，人家在 NAC7，人家都不在那就走。在吸着气的时候，我们已经是拜拜了。OK。可是你不要把它想象成一个有一个500个 dot 的那种 Tesla 那种标啦哈，它不是这样的感觉，它还是很顺。可是它瞬间扭力真的是来了，一踩就是这315个 dot 给到你，可是啊就是 dot speed 就没有啦，这样子啊，有扭力。OK， 我们终于上到顶了啊！刚刚来这边有点热了，为什么？这辆车真的是可以 hot 一下。这样就到了。去EcoMode呢？EcoMode其实就是油门罢了嘛，是吧？那个反应。冷气可能没有这样冷哦，就这样哦。问一下梅森的感觉，怎样啊？你好讲，以一个 Civic 来讲，它已经是很强了，真的。Civic 这么多年了啊，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手扶打开。其实它就是我在 Metro 那个1.5德波那个影片是没有讲过的，转过来呢就是会有那个第一代 Civic 的这个图案。一个仪式讲，你买的是 Civic 一个11代 Generation 的东西，给你有一个仪式感。已经来到11代了哈。评论在下面给我知道一下你们喜欢哪一代的 Civic 啦。我记得因为我在小学的时代我就很喜欢 Civic FD， 因为当年一出的时候，我觉得很帅哎。我觉得当时跟我差不多年份的人呢，就可能是小时候的梦想吧。我讲，如果现在我有钱哦，我也想要买一辆，因为 FD 真的是太帅了。还有加上它推出了 FD Duo 之后，我更加的喜欢，也是当年我的一个 dream car 之一啦。所以 FD 是梦想车，可是长大了之后呢，除了 FD Duo，FD 已经不再是我的梦想车了。可是Toyota Altis TNGA 呢，我会感觉到它的那个操控呢，会比 Civic 来的好一点点。因为过弯是大家会不察觉出来，大致上都是一样，只是在它的左右摆动的时候啊，左一下右一下那种回馈跟它的那个反应的话，很明显 Altis 的那个反应相当快一点。这个之前我的影片是有讲过的。可是如果你讲 balance 到你的动力、操控，还有你的这个驾驶空间，还有座位空间 ，Civic 真的是赢完了的。它在这个 C segment 里面可以算是最强了的，所以性价比高。Honda， 然后二手价真的是，你看 CVF 现在多少钱 ？Hybrid 可能它的价钱会，它可能以后掉价是不是会跟德波一样价钱？对，一样哦，对吧？虽然这个贵了16,000，所以你问我，哎，16,000贵了，值不值得买？买，如果你没有打算要改车的话，这个是值得买的。我觉得它的电子仪表跟它的 wireless charging 还有那个双区恒温空调啊，这些值得回票了。现在是引擎在 start 这，对，start 这来充电哦。喂，充完了哦。我刚下鞋，
哇，很快耶去！比见一下。所以这个就是油表，我少了2个油。OK， 非常感谢梅生，谢谢你，还是 OK 吗？你后面做的 OK。那安哥大有说1.5 Turbo 的 CVT， 给我一个理由，为何不买 Civic？ 除了它是 CVT， 真的是没有什么好挑剔了的。你要操控有操控，有动力有动力，空间有空间，样貌有。现在这样子已经解决了我心目中的 CVT 的问题。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个赞。如果有加 Civic RS 啊、Hybrid 啊，或者是有想要购买的朋友们，记得分享这个影片给他看。大家期待已久、敲完已久的 Civic IMMD。好了，各位影片就到此结束了。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是爱的人，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Goodbye。